上个月收到新能源集团电费单的时候，很多人应该都感受到了通胀的压力。中东局势不稳，全球能源价格波动显著。新加坡本身没有任何化石燃料储备，如果政府没有提前在多边外交和能源采购上做足预案，我们在小贩中心喝一杯 COPO 的成本会比现在高出不少。这就是现实。外交从来不只是领导人见面拍照，在能源供应链脆弱的当下，外交决策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成本和就业机会。在全球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的时期，新加坡究竟是通过什么具体手段来维持能源稳定供应的？中东地区一旦发生冲突，全球能源价格就会迅速上涨，这会直接导致东南亚各国面临输入型通胀压力。新加坡面对这种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相对较弱，因为我们的国土面积和地理位置决定了资源受限，水电供应高度依赖外部网络。每到周末，不少车主去新山排队加油以节省开支，但国家层面的能源储备不可能依赖这种零散的跨境采购。一旦海上能源运输通道受阻，我们的能源自给率是按天来计算的。大国竞争加剧，马六甲海峡供应链存在变数，小国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直接影响，这就引出了新加坡的生存逻辑。先天条件受限，就必须通过制度和基础设施规划来弥补。针对能源高度依赖的现状，新加坡政府规划了2套应对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基础设施建设，在玉郎岛地下130多米深处建有万里岩洞，这是东南亚首个地下液态碳氢化合物储库，容量达到数百万立方米。新加坡依托这一石化产业优势，主动协调区域能源储备协作，在保障自身供应的同时，强化区域能源枢纽的不可替代性。但物理储备总有耗尽的时刻，因此新加坡推出了第2套方案，也就是区域机制整合。今年4月15日，黄循财总理在亚洲零排放共同体 Plus 峰会上提出了具体的合作诉求，推动低碳和绿色能源，不仅仅是为了符合国际环保标准，更是将气候治理与地缘稳定关联，强调中小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协同重要性。其核心目的是降低对中东化石能源的单一依赖。新加坡目前在推动东盟区域电网建设，并加快绿色、氢能等项目落地。例如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的电力一体化项目，新加坡参与协调区域能源储备和电网互联，目标是成为东盟新能源网络中的核心调度枢纽。周边国家接入这套跨国电网后，新加坡的能源需求就与区域经济利益结合在了一起。老挝的水电、印尼的地热和马来西亚的太阳能通过电网输送到新加坡，新加坡再参与调配和电力交易，这样就能在东南亚新能源市场中获得更多话语权。面对全球能源市场的价格垄断，新加坡通过区域电网互联来分散风险，通过跨国合作扩大能源获取渠道，这就是新加坡应对能源限制的具体策略。这种区域整合策略也延伸到了其他领域。我们看看日常通勤与物流方面的基础设施规划。预计2026年底，新柔地铁将投入使用，届时两地通勤时间将缩短至半小时内。现在新柔两地口岸已实现2维码免护照通关，海关转运许可从双份简化为单份，处理时间直接减半。这不仅仅是为了方便民众周末出行，降低跨境物流和人员流动的成本，能够有效拓展新加坡的经济空间。同时，中老铁路、亚万高铁稳定运营，区域陆路物流网络逐步成型，马六甲海峡的航运枢纽地位与陆路通道形成互补，整体降低了单一线路依赖带来的风险。这只是区域合作的一个方面。今年4月1日，新加坡成立了国家航天局。作为一个土地面积有限的国家，设立航天局引人关注。新加坡发展太空产业，重点不在于火箭发射或登月工程，重点在于聚焦卫星合作、
航天法规与商业航天发展，意图以航天领域合作强化区域科技与战略影响力。在数字经济阶段，卫星通信频段分配和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至关重要。掌握了这些标准，就能在区域科技合作中占据主动。新加坡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率先签订了多项数字经济协定，周边国家的导航、通信和商业数据处理部分依赖在新加坡注册的卫星网络以及本地的数据中心。新加坡凭借成熟的法律体系与数字基建，吸引全球商业航天企业和科技公司设立亚太总部，形成技术标准输出的高地。无论是交通基建还是卫星网络，目的都是通过规则和数据深化区域经济联系，让新加坡的经济运行与东南亚各国的利益紧密结合。这种深度的区域经济融合，为新加坡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提供了谈判筹码。国际博弈是目前备受关注的议题，大国博弈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区域合作进程，但在全球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东盟整体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过去半年，区域合作的重心明显转向规则与韧性的双重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进入落地阶段，数字经济、绿色产业、供应链联通成为新增核心议题。双边贸易额预计在2025年突破 7.5 万亿元，今年一季度依旧保持 15% 以上的增速。此外， RCEP 生效4年后，区域内原产地累积与通关便利化持续深化，电子、化工等行业的跨境成本进一步降低。作为东盟内部的关键节点，新加坡主动牵头推动与韩国的自贸协定升级谈判，试图在既有框架外拓展更多元的经济联结。当部分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时，新加坡选择扩大经贸合作网络。黄循财总理在多个场合明确表态，东盟不会成为任何一方的附庸，区域架构必须保持开放包容，东盟不选边站队。很多人认为不选边站是两边讨好，但这其实是务实的外交策略。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区域内多数国家更倾向于深化对华经济合作，但同时也不愿放弃与美国的安全连结。这种摇摆恰恰是东盟平衡策略的现实体现。观察樟宜机场和中央商务区的企业分布就能发现，不少中国企业为了拓展海外业务，将亚太总部设在新加坡。美国科技公司也将人工智能实验室和数据中心设立于此。小国在面临大国冲突时风险极高，应对策略就是让不同国家在新加坡都拥有实质性的经济利益，无论是中美还是欧日，都能在这里找到商业价值。跨国企业在新加坡的投资和运营相互交织，新加坡通过这种方式维持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节点地位，在规则制定和资金流通上保持竞争力。这是小国在复杂地缘政治中获取发展空间的具体路径。从电费单上的数字变化到成立国家航天局，从玉郎岛的地下储库到参与多边外交谈判，东盟的区域合作从来不是简单的贸易往来或外交寒暄，而是中小国家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谋空间的必然选择。新加坡身处其中，既是推动者，也是最坚定的践行者。每一步布局都紧扣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逻辑。对新加坡而言，推动东盟区域合作，本质是用集体力量拓展生存空间。过去的外交策略侧重于加强自身防卫力量，现在的策略重点转向了规则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网络互联。气候治理层面，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将可持续发展列为核心目标。各国在碳关税、绿色融资等议题上协同立场，以集体声音参与全球气候谈判。国土面积小限制了发展腹地，没有战略纵深，便用区域网络构建纵深。本地缺乏自然资源，没有资源腹地，
便用互联互通、整合腹地，在规则制定、供应链韧性、数字与绿色转型上抢占先机，才能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时代守住自身的发展主动权，让东盟成为稳定区域格局、保障小国利益的核心支柱。这是新加坡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务实做法，也是维持经济运转和就业市场的具体手段。你觉得新加坡未来10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你对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分析感兴趣，希望了解新闻背后的政策逻辑，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